传输后，系统让我带校霸考清华。我为了完成任务，兢兢业业带着校霸学习。后来校霸考上清华，系统好了，你可以滚了，别耽误女主跟他培养感情。我养好的白菜送给别的猪去拱。我传输了主线任务，让校霸于此考上清华。脑子里一道金币碰撞音闪过，我看到了我的生存时间，1分钟。算了，摆烂吧，1分钟亲个嘴都不够。系统死了就什么都没了，也回不去哦。那我要怎么办？系统跟于此接触，生存时间会延长，帮你做任务，连生存时间都得自己挣。资本家都没你会算啊！什么破烂系统！我看了眼街对面一头银发的于此，气势汹汹地朝他走过去。果然，我一靠近他，生存时间就延长了1分钟。于此瞥见我走过来，讥笑道：“宁佑，上次你跟人打赌输了，偷了我的打火机，这次你准备偷什么？妈，这梁子结的真不是时候。”我笑得谄媚，偷你的心。于此愣了一下，俯身朝我吐了个烟圈。见我被烟呛得撕心裂肺，他乐了：“你是从哪个精神病院里跑出来的？”我清了清嗓子：“与你的幸福家园。”随着跟于此的接触，我的生存时间延长了10分钟。这哪够啊！于此被我的土味情话游到了，皱着眉恶狠狠地瞪着我。他的唇在一阵轻薄烟雾里显得异常性感，我鬼使神差地亲了上去。不，就这么一下，我的生存时间延长到了24小时。我眼睛噌地亮起来，正准备再来一下的时候，于此捂住了我的嘴。宁佑，你他妈疯了！他抬起手背疯狂擦嘴，我蹭上去的大红色的唇釉被他弄得到处都是，他的唇角残留着一点，像是跟人打架后留下的血。于此的唇形长得很好看，蹭唇角的动作也很性感，看得我一阵狂喜。现实生活里泡不到的帅哥，书里终于让我遇见了。我眨巴着眼睛，诚恳保证，下次我卸妆了再来亲你。于此把我推得更远了，阴着一张脸，神经病，谁跟你有下一次？傍晚，一群红毛绿毛来堵我，眼瞅着这阵仗，我差点遁地逃跑。谁要跟杀马特一起玩啊？很不幸，是我，非常不幸，我还是他们的大哥，不是大姐。看着他们杀马特的装扮，我颤巍巍地对着小水坑照了下。这是谁？水坑里的人粉色头发，刘海上贴着2个撅嘴的颜文字发夹，画着成熟的烟熏妆，还带个鼻环。别说于此了，我自己都嫌弃我自己。杀马特们说话了：“姐，今天上哪儿玩啊？要不去靖哥那儿打台球吧？”我颤巍巍地站起身：“你们先去，我回家换身衣服就来。”“行，等你呀。”红毛食指中指并起，朝我开了一枪，然后歪头眨眨眼。这是什么组织暗号？我回到家重新收拾了一番，把头发染回黑色，烟熏妆卸了换了个淡妆，脸上的那些破铜烂铁也被我拆了下来。等我重新回到台球室，红毛绿毛都差点没认出我来。看什么？看到他们那一头鲜艳的头发，我只能压着声音劝道：“把头发颜色染回来吧，真的太不符合我们高中生的身份了。”他们一脸懵地看着我，异口同声道：“是你让我们染的，原主宁佑到底是什么审美啊？”就在我埋着头一脸费解的时候，我看到了于此。他在台球室的最里面，俯身贴近台球桌，咚的一声，最后一个球进袋了。这腰，这屁股，我忍住了口水。于此打球的时候很认真，我走到他旁边了，他也没发现。他举起球杆，骨节分明的手拿起巧粉，在杆头擦了一下。我往他后面躲了躲，打算近距离观赏一下他的翘臀。咚一声闷响，他的球杆捅到了我的胸上。虽然都是肉，但是于此力气不小，我几乎立马捂住胸揉了揉。宁佑，于此转过脸来，不确定地喊了一声，看着我的动作就知道自己捅到哪儿了。他摸摸鼻头，耳根有些红。对不起呀，没注意后面有人。我往前一步，左手挨着于此撑在了台球桌上，一句对不起就完了。于此也不是个有耐心的人，反问道：“你想怎么样？打回来？”我眼疾手快地揪住他的衣领，把人朝我的方向拉，然后一嘴啃了上去。由于我动作太猛，把他的嘴唇给磕出血来了。于此嘶的一声，一把推开我，眉心皱在一起。我抱歉地看着他，关心道：“是不是流血了？要不我带你上医院看看。”他松开手，伸出舌尖在唇上带了一下，血就被他吞了进去。昏黄的光线从他头顶掉落下来，我能看到他唇上还残留的一些血丝，看着很是诱人。扯平了，于此冷漠地吐出2字，眼神里带了些烦躁。我双手合十，可怜巴巴地说：“我真不是故意的，谁让你老是不让我亲？”于此气笑了，还抱着手看我：“你是不是逮着个男的就亲啊？怎么可能？又不是每个人都像你这么帅。”我继续装可怜：“不亲你我会死的，这是真话。”于此怔了一下，摸着鼻头咳了咳，小声地骂人：“脑子有病！”我强行给他来了个壁咚，紧紧贴在他身上，语气诚恳：“再亲一下吧，消消毒。”还没等我撅嘴，于此已经捏住了我命运的后脖梗。他宽大的手掌整个包裹住我的脖子，烫得我缩了一下脑袋。
宁佑，你还是不是女孩子？他把我往外拖，低声质问道。我挺凶，怒骂你刚才没有感觉吗？于慈被呛了一下，急忙来捂我的嘴，警告道：闭嘴！学校里，于慈跟我特立独行的，压根没人理我们，我俩只能将就凑个同桌。周一上午，我买了2份早餐，心情激动地等待着于慈到来。等到鸡蛋饼变冷，于慈才打着哈欠进来。他看到我第一眼，立马就把前桌的男生拎起来，换个位置。被提起来的男生颤颤巍巍地拿着书包坐到了我身边。我踢了踢于慈的凳子，于慈，同桌之间应该相亲相爱，你觉得呢？你不要太拽。于慈看都没看我一眼，我打扰你俩了，要不我走。我一口鸡蛋饼堵在喉咙，最后悻悻作罢。为了带领于慈考上清华，我只能好好学习，一节课都不敢落下，每一堂课都认认真真的抄写笔记，然后递给蒙头大睡的于慈。于慈第一次拿到我给的笔记，轻吃，倒数第一的笔记有什么好看的？我气结，依然坚持不懈地投份课堂笔记。于慈也懒得搭理我，我给他就收下，然后丢进桌子的抽屉里吃灰。我的行为感动天感动地，就是感动不了于慈这个拽逼。高三第一次摸底考出来，我成功挤掉了倒数第3，摆脱了倒数第1的厄运，而于慈还是稳稳当当的倒数第2。按这个进度，他这辈子跟清华无缘了。系统滴滴，生存时间不足，请尽快补充。正是大课间，我像个无头苍蝇似的到处找于慈，最后在男厕所门口看到了他。我像个小飞棍冲过去，把于慈顶进了男厕所，然后趁他没反应过来，撅着嘴亲了上去。为了多挣点时间，我手都没舍得落下，趁势摸了摸他的8块腹肌。宁佑，于慈咬牙切齿地吼了一句。我眨眨眼睛，一转眼就看到男厕所里走出来一群男生，他们定在原地目瞪口呆地看着我俩。于慈一个擒拿手把我推到角落里摁住，然后朝他们喊了起来：看什么看？回去上课。几秒钟后，男厕所彻底安静下来。我凑在墙角，脑子里还在盘算这种大场面多少也得多长点时间吧。于慈抬腿踢了我一脚，语气里裹着火：你发疯不看场合的？这什么地方？我老老实实回答：厕所。这是男厕所。于慈又踢了我一脚，没好气地说。我瓮声瓮气地应下来。他松开手，跟我拉开一段距离之后逆着我：你下次再这样，看我怎么收拾你。我任劳任怨地跟在他后面，做地府小：不会了，下次地方你挑。宁佑，老师找你。课代表在距离我1米的位置停下，伸长脑袋，结巴巴地说。话说完，他急忙就溜了。走进办公室前，我脑海里搜寻了一下我最近干了什么事儿。除了在男厕所强吻于慈，我发誓我没干什么违法乱纪的事儿了。班主任脸色难看地站在窗户边上，见我走了进去，劈头盖脸道：宁佑，整个学校就只有你没交学费，你说说我提醒过你多少次了？今天校长特意在大会上点了我的名，就为了你没交学费的事儿。你不嫌丢人，我还嫌丢人。没钱就别来读书，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粥。他喋喋不休的谩骂让我想起了初中时期，那个时候我也因为几百块钱的学费被老师羞辱。在他们看来很少的几百块钱，还不够我第一顿饭钱的这些钱，但我父母也不愿意花在我身上。在父母眼里，我早晚都是要嫁给别人的，在我身上花钱就是浪费。班主任每次给我家里人打电话说要交钱，我妈都说没钱让他退学吧，转眼就给我弟买几百块钱的鞋子。我一直以为是我不够好，所以我的爸妈才会这么偏向弟弟。可当我努力成了别人家的孩子后，我爸妈依旧看不到我。直到这个时候我才明白，一开始我就错了，性别这种东西怎么可能改得过来？我是个女孩这件事本身就错了。还好我觉悟得早，以中考状元的身份上了一所私立高中，只因为校长答应减免了我所有的学费，每个月再额外给我500块钱当生活费。尽管1分钱不花，我爸妈依旧对我冷脸相待，直到我每个月有500块钱的生活费之后，强迫我必须把生活费交给他们。为了能够上学，我只能答应了下来，不然我妈就会跑到学校来哭闹，当着所有同学的面跪下来，声声气血地哀求我说私高学费太贵了，她负担不起，让我转回县城的高中。她的演技相当拙劣，可所有人都相信了。她表演过一次后，我被全校孤立了。大家都在私底下议论我，关于我的谣言越来越多。那个时候我就明白了，谣言可以杀死一个人，且传播谣言的人不用付出任何代价。没了生活费的我，在学校里面卖零食，在男生寝室里卖烟，靠着没脸没皮的兜售，我活了下来。过去那些痛苦的记忆袭击着我，而现实的宁佑也正在经历不为人知的苦难。宁佑，你看看你身上现在哪儿还有点学生的样，打耳洞、染头发、抽烟、喝酒、打架，样样不落。我要是你爸妈，早就不要你了。班主任越说越急，一个文件夹朝我劈头盖脸地砸下来。我侧身躲开，对上班主任愤怒的眼神，一字一句道：宋老师，学费的事儿我会想办法解决，但这不是你侮辱我的理由。如果你在无端对我进行谩骂，我会投诉到教育部门。他瞪着眼睛，似乎没想到我会说出反抗的话。
我不再理会他说的话，挺直腰板走出了办公室。走廊上，一道长长的人影盖了过来，还有那恼人的若有若无的烟味。是于慈，我脑海里冒出3个字。他后背靠在墙面上，听到开门声后愣了一瞬，抬眼看见我，不自然地转动身子，一副欲言又止的模样。我一步一步朝他走过去，甚至脚尖已经踩到了他脚尖上，这人都没躲开。不怕我亲你啊？我揶揄他。于此挠挠头，我没听见什么。你别多想啊，这人还真是此地无银300两。我把他手指上夹着的烟头摁灭，丢进了垃圾桶，回道：穷不丢人，只要我活着就能赚钱。我承认，话说的有点太早了。看到这个满地狼藉的房子，我顿时有些不知所措了。这是个老破小，原主宁佑跟他妈妈赵梅相依为命，后来他妈，现在是我妈妈了，看上了一个小白脸，两人成天泡在赌场里，幻想着有朝一日发家致富。看这翻箱倒柜的样，应该是刚被赵梅翻过。我藏在衣柜里的存折不见了，一瞬间我心跳如雷，几乎已经预料到赵梅会拿着这2万块钱去干什么了。我去了赵梅平时会去的几个赌场，都没找到人，她好像人间蒸发了一样。一时间我竟然不知道该笑还是该哭。赵梅不赌了，但也不知所踪了。找到最后一个赌场，赵梅仍然没有现身。可赌场老板甩给我一封信，是一个烟壳子。赵梅走得急，从她的字迹就能看得出来，龙飞凤舞的样子，我费劲看了许久才辨认出来。佑，我跟小龙走了，不要来找我。落款赵梅。到了这个时候，她都不愿意承认自己是个母亲。我拿着赵梅留下的纸壳子走出了赌场，心里最后一点念想也被毁得稀巴烂。我原以为赵梅只是喜欢赌钱，心里始终还是有点爱我的，毕竟她给我做过一顿饭，虽然是为了找我拿钱。直到现在我才明白过来，我所顾忌的亲情在赵梅眼里不过是棵摇钱树，甚至比不上一个曾经猥亵过我的男人小龙。他就这么拿着我好不容易攒下来的钱跟人私奔了。我瘫坐在人行道上，眼泪一下子就砸了下来。为什么那么努力了还是会被抛弃呢？我抱紧双臂，把自己团成一个球状，脑袋埋在臂弯里疯狂掉眼泪，浑身的酸涩让我整个人控制不住的颤抖。突然一件外套轻轻地盖在了我头上，也许是因为亲过他太多次了，我几乎闻到味道就能知道是于此。他蹲下来，把衣袖伸进来，胡乱在我脸上抹了几下，生硬的安慰：别哭了。他的安慰让我更加难过了，哇的一声大哭起来。空气里回荡着我响彻云霄的哭声，于慈在旁边手忙脚乱的安抚。见我半天都停不下来，于慈虚着眼，扣着我下巴亲了过来。他柔软的唇贴着我的，有力又温暖。我被眼泪糊住的眼睛眨巴了2下，然后抬手推了推他，抽噎，我鼻涕。于慈温暖的指腹在给我擦眼泪，随即无奈地笑了起来，没嫌弃你。他又扯过衣袖，在我脸上蹭了几下，眼泪鼻涕一把抓。我被他粗鲁的动作弄得脸都疼了，急忙抬手拽住他叫停，不擦了，你太用力了。于慈啧了一声，把衣袖丢我脸上，还蹬鼻子上脸了是吧？我瘪嘴，惨兮兮地看他，太疼了，我脸都要烂掉了。娇滴滴，他骂了一句，用水打湿另一边干净的衣袖，然后轻轻地给我擦脸。模糊的灯光下，他的脸被照得很清晰，就好像近在咫尺。此时不上，更待何时？我继续凑上去，准备索吻。谁料于慈往后仰了仰，我亲在了他喉结上，几乎是同时，他喉结滚动了一下。四目相对，于慈嘴角翘起，他清了清嗓子，扯过外套罩住我，小声地说：色魔吧你。我因为赵梅的事儿难过了一阵，化悲愤为动力，学习上突飞猛进，已经可以正数排名了。而于慈还是千年老二，他已经把位置换回来了。见我看到成绩欣喜若狂的样子，他也忍不住笑了起来。笑什么笑？你成绩好差呀。我遗憾地摇摇头。于慈愣了一下，踢了踢我的凳子，再说揍你。我嫌弃地看着他，你揍死我也没用，成绩真的太差了，别说清华，职校都看不上你。你还想考清华，想得挺美。我挺直腰板，跟他齐平，自信开口，只要有梦想，咸鱼也能翻身，你别看不起人。于慈从包里掏出一沓笔记丢给我，你继续，你这就没意思了。我手肘撞了撞他，于慈，你想考哪个大学呀？他毫不在意地回，考冷面。其实人大也挺好的，我细数了一下北京的学校，师范也行，咱俩以后还可以一起出来吃饭。于慈瞥着我，怎么上大学了还不放过我？我没理会他说的话，自顾自的继续，还是一个学校好，这样约会方便。想得挺美，他冷哼，上大学就好了，就能离开这里，也能自己赚钱了。我小声的嘟囔了一句。目前我除了考上一个好大学，确实别无选择了。我伸手在他腰上拧了一把，别睡了，快起来学习，清华在等着咱俩。不学不考，他一头栽了下去，临睡着之前还警告我别烦我。我揪住他头发，强行给他开机，不行，你爱学习，你要考清华。于慈嘶了一声，瞪我，放手。不放。我看着他凶狠的表情，语气都有些虚。
宁佑，别来这一招啊！你这次哭死我都不管你。他伸手指了指我，我瘪嘴，眨巴着眼睛就要当场表演个3秒钟落泪。于慈拍拍我的脸，憋回去，老子要写试卷了。赵梅把我的钱拿走后，我短时间内交不出学费，只能向周进先借了5000块钱应急，作为交换，我必须去给他的台球室看门。下了晚自习，我一边听着英语听力，一边往台球室赶。刚到地儿，我就看到了在门外晃悠的于慈。我轻手轻脚地走过去，一下扑到他后背，嘿，被我吓到了吧？于慈懒散笑了下，吓死我了，满意了没？这人除了不想考清华，其实也还挺配合我。他跟着我走进台球室，甚至坐到了我旁边。我掏出本53，一脸懵地看他，你不走？打台球。于慈头也不抬。大哥，你看看我像不像台球？12点，周静过来换班，顺带给我拿了宵夜，加辣了，从工资里扣。他把炒面放我面前。那你还是要我的命吧？我一边说着，一边打开炒面。周静跟旁边的人递了烟，看到于慈时挑挑眉，故意问：上班还带保镖？我摇摇头，他过来打台球的，是吗？周静环着手打量着我们，语气很是微妙。小鱼哥台球打到前台来了，要你管。于慈甩给他3个字，然后转头看向我，抢过我的筷子，都那么胖了，别吃了。我老人地铁，手机，满脸问号。我这是凹凸有致，你懂个锤子。于慈耸耸肩没说话，抢过我的宵夜，自顾自吃了起来。周静递了个平板过来，资料都在里边，有不懂的可以私聊我。我点头如捣蒜，看向周静的眼神里充满了感恩和崇拜。没有人知道，台球室老板周静是个高材生，当年为了追女朋友拒绝了清华。周静清了清嗓子，要不给小鱼哥倒杯水。我扭头看向了于慈，他嘴唇通红，眉心紧皱，眼神里充满了杀气。要你管，赶紧走！于慈没好气地冲周静吼了一句：你这人怎么不识好歹？哥，你这笔记是我见过最详细的，太牛了！我说。不等周静说话，于慈就把平板抢了过去，一脸嫌弃地说：就这个还叫学霸笔记？我跟周静对视了一眼，转过头看他，于慈，你一个倒数第2，有什么资格嫌弃人家的笔记？于慈逆我，不屑道：你去看看我给你的笔记，那才叫学霸笔记，他这个顶多叫学渣练字。你下次考过宁佑再说这话，小垃圾！周静嘲讽道。这段时间，于慈老实了不少，上课不睡觉了，课间拿着试卷疯狂刷题，就连给我的笔记也都越来越详细了，其中还有一些他自己写的。人果然是要被刺激才会转性呢。我看了眼他那藏不住的黑眼圈，故意说道：昨晚上哪浪去了？他没看我，手上熟练地写着解题步骤。这话应该问你，昨晚去周静那没见到你。我呀了一声，狡辩道：没吧，我不是一直在那看书吗？于慈手里的笔在纸上戳了戳，他看了我一眼，然后继续低头对答案。过了10秒钟，他抬腿卡住我凳子，狐疑地打量着：宁佑，你不想考大学了是吧？我连忙摇摇头，怎么可能？我这么爱学习是吗？于慈怀疑了一下，然后继续转回刚才的话题。昨晚去哪儿了？好久没出现的系统出来了，别撒谎哦。于慈现在对你很了解。我支支吾吾说不出口。谁能想到我一个高3生，昨晚居然去帮周静的女朋友卖助兴用的小东西？这要我怎么说得出口？于慈，你上次说的那个方法我没完全理解，你能不能再跟我说一遍？前桌黄敏突然转过头来，笑眯眯地问道。救星来了！我急忙站起身来给黄敏让座，拿着错题本逃之夭夭。系统，你们班的第2名来了，第1名是谁？系统，高考肯定是于慈。我这么拼了老命的学习，还比不上一个晒网打鱼的于慈。系统，没办法，人家是男主角，有光环加持的。过了没多久，进行了第2次联考，这次于慈不是倒数第2了。他挑着眉，宁佑，你不行啊，学了那么久，怎么只跟我相差1名？是的，这人是第10名，我是第9名。我懒得理会他，心里暗自怒骂这狗屁系统。我都说了，周静那笔记不行。于慈拎起我桌上的笔记，换成了他的，我这才是学霸笔记。于慈，恭喜你，成绩进步很快。黄敏在他桌上放2根棒棒糖，眉开眼笑地朝于慈说：谢谢，我不吃糖。于慈没接。我还在暗自神伤，这拿不上台面的成绩，于慈就又来烦我了。宁佑，公式写错了。要你管！我没好气地说。宁佑，于慈只是关心你，没必要这么凶吧？黄敏说。这话怎么听着这么熟悉？我只是担心哥哥，姐姐你不会生气吧？关你屁事！于慈漫不经心地睨了眼黄敏。您又不该这么对你的，我只是心疼你。黄敏委屈巴巴地说，那双水灵灵的眼睛像是下一秒就要哭出来。那我换个方式。于慈掏出本书，阻隔了黄敏的视线，请你圆润地离开，别影响我们学习。我在旁边不合时宜地笑了。系统，别笑了，她是女主。我震惊到一句话都说不出来。这狗比系统给我安排了个女配的戏码。系统，你懂我的意思吧？于慈是男主，黄敏是女主，你要死吗？我吼了一声。
于慈被震得躲了一下，而后又凑了过来，我就说了一句话，不至于死罪吧。我把他推一边去，暗自跟系统交流起来。系统，你没发现你已经不需要靠于慈挣生存时间了吗？从黄炳出现的那一刻起，你跟于慈之间已经没有任何联系了。我咬牙切齿，卸磨杀驴也没这么快的吧？系统，我这不是给了你个逆天剧本吗？等你考上个好大学，啥样的男人没有，是吧？我要的是男人吗？辛辛苦苦养起来的白菜，亲手送给别的猪来拱，你是不是觉得我脾气很好？系统，别不识抬举啊！你之前可是死得很惨啊！我这是为你重新规划了新的剧本，你要感谢我。我谢你妈个头！我脏话脱口而出。于慈在旁边愣住了，不至于，我就说了一句话。我现在看到于慈，只觉得晦气。臭男人！高三的考试一次接着一次，而于慈的努力也很快见效。他从倒数第2考到了正数30名，然后又超过我成了第10名。到了高考前的最后一次考试，他已经能考到年级前10了，而我还只是年级前50。这该死的主角光环！高考前3天，整个高三停课了，我也没休息，整天泡在学校的自习室里拼命学习。吃饭了，于慈不知道上哪儿带了一个巨大的餐盒，放下来可以把我整个人挡住。我埋着头继续解题，1分钟，于慈没打扰我，打开外卖袋子，把里面的餐盒一个一个拿出来摆在桌面上。龙虾烩饭的香味直袭我味蕾，我忍不住吸了一口气。先吃饭，等会儿再写。于慈说着，又从包里掏出一沓试卷，这是模拟卷，晚上你做完了，我们一起改。于慈，我可以在这儿跟你们一起吃饭吗？黄敏不知道从哪儿冒了出来。我说不行你就走。于慈把试卷塞我手里，然后把餐盒的盖子打开，推到我面前。黄敏抿抿嘴，惨淡一笑，我不会打扰你们的。系统一级警报，打扰男女主培养感情，扣3个小时生命值。我眼睁睁看着生命值下降，我只能和颜悦色地对黄敏说：“坐下吧，饭够不够吃？这个挺好吃的，你试试。”于慈看着我把餐盒递过去，脸色十分难看。少爷啊，别这样看我，黄敏才是你的女主角。后面的2天，于慈不来了，黄敏也不来了，我乐得清闲，复习进度又拉满了。高考2天，我跟于慈不在一个考场，他每天早上打电话把我叫醒，然后给我订了3餐，除此之外，他就没露过面。考完英语的下午，班级有聚餐，我正准备给于慈打电话，就看到了他，还有黄敏。夏日傍晚，橙红落日，绿树投下来的阴壁里，于慈跟黄敏站在一起。于慈不知道说了什么，黄敏笑得很甜。我放下手机，站在远远的地方看着。这1秒钟，我心里漫上无数的酸涩，我知道这是吃醋。早在系统说于慈跟黄敏才是官配，我为这事生气的时候，我对于慈的感情就变质了。我以为的完成任务，其实是我不断沦陷的过程。刚开始，我只是希望于慈能够考上清华，我也能早点完成任务。可在跟于慈的相处中，我知道了于慈是个面冷心热的人，我也动了真感情。系统，哇，真是一对金童玉女。我深吸了口气，冷淡警告：你再多说一句话，我就拆散他们。系统，别呀，他俩好了，你也能早点完成任务，一举两得。我没说话，埋着头往聚会厅里走。可于慈的身影还是在我脑海里面停留，还有黄敏。一想到刚才2人在一起的画面，我就觉得委屈难过，好像属于我的东西被别人抢走了一样。加上于慈最近几天对我的冷漠，我更难过了。他是不是真的要和黄敏在一起了？我一边想着，一边灌了好几杯酒下去，脑子晕乎乎的。没一会儿，于慈跟黄敏一前一后走了进来。我目睹这一画面之后，心痛得像是被刀戳了，只能别过脸去，强迫自己不去想这件事。大厅里光线明朗，我靠在椅背上玩着手机，想着找借口开溜。就在我出神之际，于慈已经走了过来。他扯了张凳子坐到我身边，一双漆黑的眸子就像是胶水似的粘在我身上。被他盯得有些脸热，我小声地说：“看什么？”于慈不知道从哪儿找来了一张湿巾，撕开后就要帮我擦脸。我怔怔地看着他，一把截住了他的动作。现在都不允许我碰了。于慈语气有些委屈，亲的时候那么热烈，不爱了就扔一边。果然啊，这么久的同桌情，终究还是错付了。我把湿巾甩他脸上：“你这个绿茶精！”于慈懒洋洋地笑了起来，抬手搭在我身后的椅背上：“你就知道我是绿茶？黄敏那么茶，你没发现？刚才谁跟他花前月下的？笑得那不值钱的样子。”我小声地嘟囔。谁笑了？你别诬陷我！于慈听到了我说的话，立马就澄清起来。他一句话，我心里那些阴霾就消散了许多。于慈凑过来，伸手在我下巴挠了一下，还真是娇得很。不高兴了也等着我来找你。我压了压上翘的嘴角，那你别找了。聚会结束后，于慈送我回家。一路上，月光把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，好像没有尽头。宁佑，他叫住了我。他揽住我的腰，一下子把我抱进怀里。他滚烫的鼻息扑打在我的脖颈上，酥酥麻麻的。我要开始追你了，他说。就这样，兄弟，你进度不行啊。
我挣扎了一下，还是没能从他怀里爬起来。于慈，你这进度不行。那你想怎么样？我想了想，抬起双臂拥抱住他。你应该说，宁佑做我女朋友。于慈笑了笑，进度太快也不行吧？我还没到法定结婚年龄。暑假的2个月，我找了一份兼职，于慈每天跟我腻在一块，活像我请来的保镖。沉默了许久的系统也在此时再次发出警告。系统，宁佑破坏男女主感情，生存值会不停下降，请暂停。我无所谓道，随便吧。系统，因为你的破坏，空间折叠扭曲，于慈会遇到麻烦。果然，他说完这句话的下一秒，来接我的于慈出车祸了。我赶到医院的时候，他有一条腿已经打上石膏。看到他脸色有些苍白，我心疼的不行。还疼不疼啊？于慈亲了亲我，安慰道，没事，就不小心被撞了一下。他的话让我想起了系统的警告，只要我违背了主线剧情，于慈就会不断的遭遇麻烦。这次可能是车祸，下一次呢？我死了可以回到自己的世界里，可于慈怎么办？一想到这里，我就四肢发冷，眼泪控制不住的落下来。就是个意外，别哭了。于慈摸摸我的脑袋，动作温柔的给我擦眼泪，只是骨裂，没什么大事。为了验证系统的话是真是假，我找了个回老家的借口，跟于慈不见面的半个月里，他相安无事。我知道系统是在逼迫我离开于慈，可我毫无办法。高考分数出来后，于慈果然考上了清华，而我只能上别的学校。录取通知书来的那一天，于慈拄着拐杖来找我。宁佑，我们要一起去北京了。他拿着通知书在楼下跳了起来。于慈买好了机票，甚至做好了清华跟北航之间的路线规划。他畅想着关于我们的未来，可我手里攥着的是一个南方学校的录取通知书。于慈，我喊了一声，于慈，他偏过头来看我，在呢？怎么了？我故作轻松的语气，你好啰嗦，像个老妈妈。算了，当你爹比较好。他眨眨眼瞧我，我立马明白了他的意思，可心里却怎么都高兴不起来。我顺利回到了现实生活里，跟于慈的一切都像是我经历的一场梦境。现在梦醒了，我经常会想起于慈，偶尔会想象他找不到我暴跳如雷的样子。回到现实生活后的我，搬到了一个小县城生活，拍的日常生活小视频给我带来了一定的经济收入。我买下来的这栋小房子挺空的，我把它改造成了民宿。今天我要接待的是从武汉来的住客，他们是一家公司的，过来团建。我把房间收拾好了之后，开着车去机场接人。在停车场停车的时间里，我撞上一辆看上去就贵得要死的好车。无奈之下，我只能先让住客打车回去，我留下来跟车主协商赔偿的事儿。这是我第一次撞车，撞的还是一个好车，我害怕得要死。不一会儿，有人敲响我的车窗，我战战兢兢地落下车窗，却看到了于慈那张熟悉的脸。他看着还是跟以前一样，只是成熟了不少，褪去了少年的稚气，看着更像一个男人了。我下意识就要把车窗升起来，只见于慈突然把手递过来，我怕车窗夹到他，只能赶紧停下来。下车，他冷淡地吐出2个字：此情此景。我像个抛弃他的渣男被抓住，心情激动又害怕。于慈要真说起来脾气并不好，我是真的怕他打我。他重复了一遍。下车，我紧张地咽了咽口水，颤抖着手打开车门。他扫了我2眼，过来看我愣着不动，他索性一把扛起我，再把我丢进车后座时，他看了眼车顶，又用手挡了一下。于慈的神情实在有些吓人，我手脚并用地往里爬了爬。他坐进车里，抬手把车门关上。密闭的空间里静寂良久，只听见我们的呼吸声交叠在一起。于慈松了松领带，轻斥道：“自己送上门来了。”我没说话，往角落里靠了靠。宁佑，在我动手前，你最好开开金口。我一直以为前任见面不说天雷勾地火，起码也是要滚一滚床单的。到了于慈这儿，就跟华山论剑现场一样，血腥暴力。宁佑，他喊了我的名字，有点咬牙切齿的味道。我给自己壮了壮胆，说话声音有些抖。那个，对不起啊，我不是故意的。你看看修车多少钱，我赔。然后呢？没了吧？我试探地说。于慈抬手把领带扯了下来，一把将我拖过来，领带直接绑到我手上。我满脑子的黄色废料有了用武之地，可我怎么那么害怕呢？我颤巍巍地说：“那个有摄像头的，不方便吧？有挡板。”说着话，后排坐的挡板已经升了起来。于慈，你这几年是去抢银行了吗？居然这么有钱？车会晃吧？这影响多不好。我继续列举坏处，试图让于慈放我一马。他懒倦地看我一眼，我找人删监控。你已经有钱到这个地步了吗？同样都是人，为什么我混得如此凄惨，于慈却混得风生水起？傻眼了，他抬手掐住我的脸。我摇摇头，立马开始拍马屁。您高大帅气，有钱多金，简直就是10亿少女的梦。
是吗？他挽着我的头发，漫不经心地问，那你有梦到过我吗？实不相瞒，我梦到的可不兴讲。那肯定有，我忙不迭地说。于慈勾唇笑了一下，带着点痞坏的劲儿，挺好的，还没忘记我。他把我抱坐在他腿上，有些凉意的双手开始脱我衣服。于慈，我吓得大喊起来。他嗯了一声，手上的动作依旧没停。看他那冷淡的模样，我委屈极了，抿着唇就开始掉眼泪。把你脑子里的黄色废料清一清。他皱着眉，扯过纸巾帮我擦眼泪。我还没禽兽到在这里跟你做什么，这车里热得要死，你有手脱衣服吗？现在的我才有一种于慈真的出现在我面前的实感。我定定地看着他，然后磨磨蹭蹭地凑过去抱他。于慈没接受也没拒绝，说话依旧刻薄。这几年躲山里了，一堆骨头可到我了。我靠在他肩头，眼泪大滴大滴滚落下来，他的衬衫被我哭湿了一大片。对不起，我小声地跟他道歉，为了我的不辞而别，也为了这些年我们一同受到的煎熬。想我吧？于慈有些哽咽，我也挺想你的。一直，于慈住进了我的小房子，又理所应当地住进了我的房间。我每一次回头都能看到他在看我，他的眼神永远都炽热浓烈。起初我还有些羞涩，后来也就坦然了。眼看着于慈一天天都耽误在我这儿了，我有些好奇，你不用上班吗？他抬眼看看我，钱赚够了，不用上班了。我更好奇了，这5年你都干了什么？找你。他言简意赅。停止你的茶言茶语。我捂住他的嘴。于慈这人这几年成长飞快，拿捏人全靠一张嘴，我被他忽悠的，结婚证都领了。晚上睡觉前，我突然想起了那个消失已久的系统，于慈都跟我领证了，他还没出现。我急急忙忙拽着于慈，你没事吧？没受伤吧？没有不舒服吧？于慈了然，系统被我撕了。老婆睡觉了。于慈掀开被子拍了拍。等等，别等了，你这脑子想不明白。于慈，他圈住我，靠了过来。等会儿喊大声点。于慈番外，我第一次被女生亲，还不错。宁佑又来亲我了，他说不亲我他就要死了。我不信。宁佑哭了，眼睛红红的，我有点心疼。宁佑说要考清华，坚定的要命。那我也考吧。宁佑走了，不跟我去北京了。直到这时我才知道我是书里的人，他只是不小心跑进来了。为了找到他，我故意寻死。由于偏离故事主线，系统冒出来了。他怕我真的死了，只能告诉我找到宁佑的办法。我花了5年的时间，才彻底从书里走出来，然后找到了宁佑。后来我们结婚了。晚安。